各位乡亲啊，大家好，我今天不讲虚的，专讲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、最容易吃错的一种菜。你是不是也一样？为了瘦一点，血脂降一点，皮肤嫩一点，最近几年拼命猛吃生菜，凉拌一盘，蚝油一烧，包肉一卷，一天3顿，顿顿少不了。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大姐，42岁，听别人说生菜刮油、清肠、养皮肤，整整10个月，天天生菜不离口。早上全麦，面包夹2大片生菜，中午1碗白米饭配1大盘蚝油生菜，晚上干脆不吃主食，直接一盆生菜沙拉当晚饭。她总觉得生菜没热量，全是水，多吃点怕什么？越吃越瘦，越吃越健康。她逢人就说，我现在吃的可健康了，天天吃青菜，一点油都不沾。可谁能想到10个月之后，他去做年度体检，拿到报告单那一刻，当场就懵了，眼泪都快掉下来。医生拿着单子，指着3项关键指标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说他这么年轻，怎么把身体吃成这样？血红蛋白只有90，正常标准得在110到150之间，妥妥的轻度贫血，差一点就中度了。血钾只有 3.3 毫摩尔每升，中文就是血钾偏低，心脏都容易不稳，促甲状腺激素还偏高，明显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苗头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甲减前兆。医生就纳闷地问他，你平时吃饭都吃些什么？怎么年纪轻轻就营养不良，气血亏虚了？今天我就把生菜这个被捧上天的健康神菜彻底给你们扒一扒，把真相说得明明白白。不是生菜不好，是咱们很多人吃错了，吃偏了，吃太单一了，吃太极端了，把好东西硬生生吃成了伤身体的东西。我先跟大家说第一个真相，生菜到底有什么营养？别被网上那些夸大宣传给骗了。生菜啊，95%以上都是水，剩下的成分里大部分是膳食纤维，再加上一点点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和钾，就这么点东西。优点确实有，热量特别低，100克生菜也就15大卡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夏天吃，脆生生，凉丝丝，解渴又爽口。膳食纤维还能帮着通大便，促排便，很多人就盯着这一点，觉得生菜是万能的，多吃没坏处。可我今天要跟你们说，生菜的缺点比优点还致命。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些缺点，才把身体吃坏了。生菜里几乎没有蛋白质，一点都没有，铁含量更是少得可怜，100克生菜才 0.5 毫克铁，连瘦猪肉的1/10都不到，跟猪肝、鸭血比，差的更是10万8千里。B 族维生素几乎为0，长期天天只吃生菜，蛋白质、铁、B 族维生素全都严重缺乏，身体能不出问题吗？我见过太多人，天天只吃生菜，不吃肉，不吃蛋，不吃主食，以为这样是养生，其实是在慢慢掏空自己的身体，把底子都吃虚了。再跟大家说第二个真相，顿顿吃生菜，天天吃生菜，长期单一吃生菜，不出半年，身体一定会出现3个大变化，一个比一个难受，一个比一个磨人。第一个变化，贫血，脸色苍白，头晕眼花，指甲变脆易断。生菜里的铁叫非血红素铁，吸收率特别低，只有 5% 左右，吃进去10份，身体只能吸收半份，等于白吃。你天天只吃生菜，红肉不吃，动物肝脏不吃，蛋黄不吃，豆制品也不吃，铁的来源直接断了，血红蛋白合成不够，贫血自然而然就找上门了。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，脸色蜡黄，苍白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嘴唇发白，指甲发白，指甲脆得轻轻一掰就断，稍微走2步路，爬个楼梯就心慌气短，头晕眼花，眼前发黑，稍微累一点就浑身发软，没力气，这就是长期吃生菜吃出来的贫血。第二个变化，怕冷，没精神，浑身乏力，体重看着轻了，人却虚得厉害，一点劲都没有。生菜性凉偏寒，中医里讲
长期大量生吃寒凉的东西最伤脾胃，脾胃一虚，消化吸收能力就越来越差，吃进去的营养留不住，吸收不了，吃再多也白搭。很多人天天生吃生菜，脾胃越来越虚寒，大便稀溏，肚子胀气，吃一点凉的就不舒服。再加上生菜里一点蛋白质都没有，长期缺蛋白质，肌肉慢慢流失萎缩，整个人看着瘦了，其实是虚胖，是虚瘦，浑身没力气，没精神。冬天特别怕冷，手脚冰凉，夏天也没精神，犯困懒动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这就是长期吃生菜吃出来的体虚、气虚、脾虚。第三个变化，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苗头，也就是甲减前兆，怕冷、乏力、便秘、记性差、反应慢。生菜属于十字花科蔬菜，里面含有一种叫硫氰酸盐的物质，偶尔吃一点，少量吃一点，身体能代谢掉，没事。但你顿顿生吃，天天生吃，大量生吃，硫氰酸盐在体内堆积，就会抑制甲状腺吸收碘。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关键，碘不够，甲状腺激素就合成不了，促甲状腺激素就会被动升高，这就是甲减的早期信号。很多人查出来甲减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的，其实就是长期大量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吃出来的。得了这个，人会变得特别怕冷，浑身乏力，懒得说话，懒得动，便秘严重，好几天不上厕所，记性越来越差，丢三落四，反应迟钝，整个人看着没精神，呆呆的，时间久了还会影响心脏，影响代谢，问题越来越多。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第三个真相，生菜不是不能吃，是得会吃，吃对方法，记住3个原则，吃对了才养生不伤身。第一，别生吃，一定要烫一下，焯一下再吃。生菜性凉，偏寒，直接生吃，寒凉之气直接进肚子，最伤脾胃。开水里焯10到20秒，快速烫一下，既能去掉大部分寒凉之气，不伤脾胃，又能杀灭菜叶表面的细菌、虫卵、农药残留，吃着更干净、更安全。我家里吃生菜，从来都是先焯水，再凉拌，再清炒，从来不敢直接生吃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脾胃不好的人更不能生吃。第二，别单独吃，别单吃生菜，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少量油脂一起吃。生菜里没蛋白质，没脂肪，脂溶性维生素也吸收不了，单吃等于白吃。吃生菜的时候，一定要配个荷包蛋，配点卤牛肉，配点瘦猪肉，配点豆腐，再滴几滴香油、橄榄油，这样蛋白质够了，油脂够了，脂溶性维生素才能被身体吸收，营养才全面，才有用。我平时吃生菜，要么生菜包肉，要么配鸡蛋，要么配瘦肉，从来不会单吃一盘生菜，那样吃没营养，还伤身体。第三，别顿顿吃，别天天吃，别3顿都吃，一天最多吃1顿就行，别过量。中老年人一天吃生菜别超过200克，也就1大盘的量，别早中晚3顿都吃，给身体留够时间吸收其他食物的营养，别让身体长期处于缺营养的状态。很多人就是顿顿吃，天天吃，吃太多才把身体吃坏的再好的东西，吃多了吃偏了也会变成坏东西。第4个真相，有3类人，吃生菜一定要格外小心，格外谨慎，别乱吃，别多吃，越吃身体越差。第1类，脾胃虚寒的人，平时怕冷，手脚冰凉，大便稀溏，一吃凉的就胃胀，肚子疼，不舒服。这类人脾胃本身就弱，偏寒，生菜又是寒凉的，生吃多吃，只会让脾胃越来越虚，越来越寒，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这类人吃生菜必须焯水，必须清炒，炒的时候多放点姜片、蒜末、葱段，温一温，中和一下凉性，千万别生吃，别凉拌。第2类，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，还有正在吃优甲乐这类药物的朋友，这类人甲状腺本身就弱，功能差，
生菜里的硫氰酸盐会阻碍碘吸收，影响药物效果，大量吃只会让钾减越来越严重。这类人别大量吃生菜，吃之前一定要完全煮熟、煮透，把大部分硫氰酸盐破坏掉，才不会影响身体，影响药效。第三类，贫血的人，血红蛋白低于110的，脸色苍白、头晕乏力、气血不足的人。这类人本身就缺铁、缺营养，生菜里铁少，吸收率低，单吃生菜根本补不上来，还会耽误补铁，加重贫血。这类人先别着急吃生菜，先补铁、补气血，多吃红肉、猪肝、鸭血、蛋黄、红枣、桂圆，一周吃2次猪肝，2次红肉，把贫血调理好了，气血补上来了，再适量吃生菜。而且吃的时候一定要配瘦肉、配鸡蛋，别单吃。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些，不是不让你们吃生菜，是想让你们别再盲目跟风，别再极端吃法，别再把好东西吃坏了。生菜是好东西，脆嫩爽口，热量低，能通便，但它不是主食，不是万能菜，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天天顿顿吃，不能单吃生吃。记住，吃生菜之前一定要焯一焯、烫一烫，别生吃。吃的时候一定要配肉、配蛋、配蛋白质，别单吃，别顿顿吃，别天天吃，1天1顿就够了。咱们养生不是越瘦越好，不是只吃青菜就健康，不是吃得越清淡越好。真正的好身体靠的是饮食均衡、营养全面、荤素搭配、寒热平衡，什么都吃一点，什么都别吃太多，别挑食，别偏食，别极端。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、姐妹们，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生菜的？是不是也天天生吃、顿顿吃、单吃一盘？有没有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觉得怕冷、没精神、头晕乏力、脸色不好？你们有什么吃法？有什么经历？有什么疑问？都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一起聊聊，一起交流，互相提醒，互相学习，别再吃错了，伤了自己的身体。好了，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内容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，都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能用到的养生知识，希望你们都能听进去，记在心里，用在生活里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，觉得有用，就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，转发到家族群、邻里群，让更多人知道生菜的真相，知道正确吃法，别再跟风乱吃，伤了身体。再点亮一下视频下方的小铃铛，以后我会经常分享这样接地气、实用、靠谱的养生知识，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，我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们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、支持和信任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，身体硬朗，无病无灾。咱们下期再见。